二胎是在台湾怀孕的嘛？台湾人真的就是很爱用葱，所有的菜上面都要放那个生葱。我发现我二胎是看到那个葱啊，都还没有闻到那个味道，我就已经不行了，就是不能见到那个葱。Hello， 各位，今天想和大家聊聊生孩子那点事。样本不多，就是我和我的朋友。前面我们会分享一些比较个人的经历，在片尾的时候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们的拙见。那现在就开始吧。Hi Sarah， 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Sarah。我叫 Sarah， 一名钢琴老师。然后最近我们有了新生儿。现在是婴儿 infant， 不是 newborn anymore。你也是上海人嘛？对，我在黑尼，现在在美国 Dallas。在美国多久了？10多年了。10多年了。那 Sarah 她的宝宝是混血儿，非常的可爱，胖胖的，特别的有肉。刚才断线，因为你最近有宝宝了嘛？这宝宝也有3个月了，对吗？宝宝快要6个月了。哦 ，sorry， 6个月了。因为孩子按月算的，所以那你现在也等于是在家里暂时没有去工作嘛，对吧？对。但你其实一开始就是很希望就是有自己的孩子，对不对？就是建立家庭以后，那跟你预期的差不多吗？就是有了孩子以后的生活，有一些出入，但是还是我觉得有了宝宝之后还是很幸福啦。好，那我们今天就是来聊一下我们这个从怀孕到我们生产完以后跟孩子相处的这段时间，好吗？看看跟我们原先的生活比较起来有什么不一样的点。好。我原先生小孩子以前，我其实对孩子是挺无感的，就是我会觉得说跟小孩子相处是件很困难的事情，因为我会觉得有点尴尬，因为我不知道他们的频率在哪里。那你嘞？我觉得他的天性就是很纯真的。你觉得当他的那个手就小小的一只，然后来 touch 你的时候，你就觉得I'm good, you know, everything is good。可能他刚刚哭过，然后马上又笑了。那种很灿烂的那种笑是由心而发出的。我觉得这个我们应该要像小孩子一样，就不要被人生的一些可能一些 difficulties 或人生的一些挫折就好像一直在这个圈圈里面凑不来。应该要像孩子一样，我觉得每时每刻都应该要找到自己的 happiness。所以孩子吸引你的点是因为你觉得他们那种欢乐，那种纯真吗？对，我觉得很正面的。那你孕期的时候有没有很不舒服啊？你有啊，就是首先你就是也会很担心，对不对？就是孕期，然后你会网上各种看，这个是什么症状啊？我为什么会这样？然后网上说一大堆很可怕的东西。对，我不管是怀第一胎还是第二胎，我都吐得非常的厉害。第一胎吐到就是哭啊，就是我感觉我明显的就是有点抑郁了，就是哭了一整天。我记得那个时候，那一刻我是体会到什么叫民以食为天，因为我发现我连最基本的饮食都不能得到了保障。然后我就觉得我好像这一天都没有什么可以追求的。二胎是在台湾怀孕的嘛？台湾人真的就是很爱用葱，所有的菜上面都要放那个生葱。我发现我二胎是看到那个葱啊，都还没有闻到那个味道，我就已经不行了，就是不能见到那个葱。很可怕的就是我也是不能吃什么东西。然后你知道我吃什么吗？麦当劳。我吃了很多麦当劳，所以我现在感觉好像是不是我因为吃太多那个食物不好的食物，你知道吗？所以它就是长得有一点满头满脑的。因为我真的很没有办法，因为我真的吃不了什么东西。我看到麦当劳我竟然还可以吃，就是每个孕期的阶段都很不一样，就每一次的对不同的食物的不舒服啊反应啊都是很不一样的。而且就像你刚才提到的，就是如果有什么症状就马上会去网络上搜索这种资料看嘛，然后看了以后就觉得非常的紧张，因为他们会把有些问题又说得非常的严重啊，然后你也很难自行判断，对不对？其实你知道吗，我生二胎的时候我光流血我都流了3次，这个我一开始都不敢跟我娘家讲的。就是见红了是吧？
见过，而且是那种小的卫生棉撕掉一整片。我老公就是骑那个机车，然后带我去诊所啊。这个时候不是去医院，去诊所，因为我在台湾诊所很方便，我是在诊所看诊，跑到我们平时去的那个诊所，然后那个院长看到的时候吓得半死，说：“哦，我要现在带你到内室去看一下，要是有没有破嘛。”后来还好，我觉得非常感恩哦，就是有很多人那个时候弟兄姊妹帮我们祷告了破，然后院长也觉得很奇怪，就是说出那么多的血，但是没有破，你知道吗？然后就后来就是打安胎针，就妈妈她在这个怀孕的过程当中，其实本身因为荷尔蒙的分泌，情绪就是会高高低低的，然后又加上自己压力又很大，就怕说哦我的宝宝怎么了？不知道你当时有没有担心那个脐带绕颈，你知道吗？脐带绕颈哦，有传统的说法就是你要数那个胎动，过动也不太好，对不对？少了也不行。28周以后就要数的。我其实当时我就觉得说这数实在太麻烦了，我也搞不清楚，所以我也没有数。但是脐带绕颈这个事情就会一直在我心里面，我就说，哎，宝宝你不要脐带绕颈，你千万不要脐带绕颈，就会很担心这种问题的发生。我跟 Sarah 两个人都有妊娠糖尿，以前完全没有觉得说自己跟糖尿有关系，然后怀孕以后发现自己有糖尿的问题。5年内监测你的血糖，让它要在一个平稳的数字，否则的话你很容易得2型。虽然说哈，孕期怀孕的时候还是有点辛苦，但其实孕期的时候还是有一些幸福时刻，是之前从未体验过的。比如说胎动，小宝宝在你的肚子里打圈、翻跟头，他会踢你的，就 kick， 然后那个小拳头或小脚真的会出来，还会吐泡泡、打嗝。哦，那个 hiccups， 哦，我还买了一个听筒。我每天测他的心跳，我可以听到他的心跳。但我觉得实在是买太多无用的东西。产后现在睡眠怎么样？也很好啊。请问你们宝宝几个月开始能够自己睡隔夜？3个多月，3个月之后断断续续的，等到4、5个月的时候，他基本上就可以自己睡了。中间都不需要喝奶或者是换尿布什么的？都不用了。哦，那真是宝宝，我的宝宝，特别是我儿子，听味比我的大宝要多的，所以他晚上都很依赖要奶睡，而且他是那种就是说他可能睡了2个小时算比较长的，然后突然间醒过来就开始来找啊你这样子，然后我就马上就是为了不要吵醒我的先生还有我的大宝，我就马上爬过来，然后给他吸奶，你知道那种，然后吸，他又睡着了。他可能过1个小时过2个小时，我也知道这样很不健康，那就很难戒。包括就是给他奶嘴，他一吃到那个奶嘴，嘣就吐掉了，知道这奶嘴没有奶，他就不要嘛。后来就是一直维持到就是11个多月，就是一直每天晚上都是这样，所以我就一直都睡不饱，而且白天我要带2个小的，所以我整个人就，你可以想象我整个人都是踩在云上面的。孩子他生长有一个曲线吧，可能他现在有一段时间他睡眠可能还蛮好的，也不会影响到大人的休息，但他可能过一段时间他又会。之前也听说过是每半年可能就会隔一段时间他就会睡眠就会有影响或者难带一点，那个时候他可能在生长，所以我们小孩现阶段一个4岁一个2岁多嘛，那他们的阶段就是晚上轮流说梦话，然后踢腿这样子，然后他们每一次这样子喊叫的时候我都会非常紧张，我就会马上起来看一看发生了什么，他们怎么了，就是你知道就我半夜我会起来无数次这样子。但我最近因为开刀嘛，然后我起不来，所以都是我先生起来，所以我知道他也很蛮辛苦，白天要上班，然后晚上要起来看孩子到底怎么了，这样去安慰一下。但我虽然说就是孩子剥夺了我们的睡眠，因为我们是睡一个房间，那 Sarah 跟孩子是分开的房间对吗？蛮厉害的，因为我们做不到。那我们是一个房间，所以就很容易被影响。但我还是想说，就是孩子他睡着的那一刻，可能全天下的孩子睡着的那一刻，所有的父母都说：“哇，我的天堂来了！”睡之前，我肯定要看一下他的睡脸，圆圆的脸，胖胖的。看他的睡颜，你都会被疗愈，就觉得说值了 ，peaceful。而且在那一刻，你会觉得说，他只要平安快乐就好。突然发现我们的要求就这么低，就平安健康快乐。你宝宝还小，现在5个多月，因为5个多月的孩子其实
现在回想起来还是比较好带的啊，因为我现在这个孩子，他们说2岁是吗 ？awful 是吗 ？awful， 然后其实他们说你要转换你的思维，它不是 awful， 它是 awesome， 对不对？是 awesome， 但的确是让我又爱又嫌的年龄。现在看自己的小孩，就觉得说我们父母还蛮伟大的，这样把我们拉拔大的。我们弟弟很好笑，他很会告状，但他讲话真的讲很慢。然后我们4个人在家里面，我对弟弟凶了，我说哈，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不可以这样。然后他马上就跑到爸爸那边去，妈妈这样，爸爸说妈妈欺负你哦，他很坏，你知道吗？然后他爸爸如果那一刻当下说，哎，弟弟你不能怎么样，他马上又会来找我说，爸爸这样子。如果爸爸也不在啊，就我姐姐，然后弟弟啊，然后我做什么，他会去找姐姐，你知道吗？他会去找姐姐，妈妈，我说你还会跟姐姐告状，真的是，你知道我们弟弟超会告状的。我记得你是很害怕脏，对不对？之前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我住在 Sarah 家里哦 ，Sarah 她的那个床哦，是折到就是像宾馆一样，就是外穿的衣服也是不可以坐在床上，对吧？是这样的哈，外穿衣服也不可以坐在床上。反正我想讲的什么，就是他很爱干净。我不及他，但是我也是很爱干净，就是非常喜欢 organize 的，身上也要干干净净这样。那没有他那么严重。现在有一个挑战是你未来要面对的，就是说你的孩子吃饭的时候一定会弄得非常的脏。觉得我女儿好一点，但男孩真的会弄得很脏，油油的手。你给他做饭，他饭会一直就塞一口在嘴巴里，半口都掉下来。然后如果那个饭太黏的话，就会沾他满脸啊、身上啊都是。然后他就很爱用手抓各种食物。但是我知道这有个过程，那这可能是你未来的挑战。2个小孩都比较小，控制起来不是很好控制，就会发生一些比较搞笑的事情。比如说那个时候弟弟才1岁不到嘛，然后那个时候他就是刚洗完澡出来，哦，还没来得及给他包尿布，他就尿了，你知道吗？就尿在地上，我就想完蛋，我女儿一定会踩到摔倒。然后我就跟我女儿说，姐姐先不要过来，地上有弟弟的尿。然后她说哈什么？那跑过来就掉了，摔了个底朝天。然后那一刻我就觉得因为你现在孩子还小，但是我很期待说他可能到1岁多的时候，当你跟他拥抱啊，他也会跟你拥抱啊，亲吻啊。2、3岁的时候，他会帮你踩背啊，还帮你捶背啊。有时候你不一定喊得动老公。我的孩子这次我开刀，他为我祷告嘛。之前他祷告，他只会为自己祷告，他不会说为妈妈祷告。但是那一刻他是主动第一次为我祷告，所以我心里非常的温暖。你会发现你的孩子他也在学习关心别人。我觉得妈妈的辛苦是说她的工作是不可以被量化的。你没有办法去评价说妈妈的工作到底做到一个什么成绩，她可能需要很长的一段时间去衡量。之前有一个年长的姊妹，4个男孩的妈妈，她的分享就是说，孩子的成长要用年去衡量，而不能用天去衡量，否则的话，妈妈就会有很大的落差。前面几年好像有很多时候你没有办法去衡量我自己付出的情况，但那一刻你就觉得说，我女儿真的是有长大一些，就会蛮安慰的。我觉得很多人不想生小孩的理由，有可能比如说是因为经济压力太大啦，或者是觉得说生完孩子以后自我的空间就会缩得很小很小，就没有自己的时间呐，没有自己的社交的时间，或者其他的原因。我自己本身对于这件事情我好像没有考虑得太深，因为我虽然对孩子无感，但是如果有家庭，我觉得有孩子是蛮自然而然的一件事情。就我在台湾看到很多家庭他们有自己在带孩子的习惯的时候，我觉得我也耳濡目染的，其实也是会被影响。我觉得特别是周围可能一些妈妈们，她们不会说这是一件简单的事情，把它美化的好像很容易的一件事情。但是我觉得妈妈们在分享自己带孩子这个过程是一个惺惺相惜的过程，是互相鼓励的，互相彼此体谅理解的，就是知道说对方有多辛苦，然后给予帮助的这种心态是正向的。像我是从一个律师，然后突然之间变成说我要全职妈妈这样子来带孩子，我觉得之前我有分享过，肯定是会有个落差的。因为你对自己的定位
是有期待的嘛。我觉得还是要把它当做一个阶段性的挑战，我们也要看到自己更多的可能性。就是说我们的角色不只是一个职场上给我们的定义，我们的角色还有我们生活化的一面，就是我们有很多的面向，就是说我们需要在我们的家庭中去耕耘。就这么讲吧，假设我们在快要离世的时候，我们想到的是什么？我们想到的是我爱的人和爱我的人是不是在我的身边，我还想看他们一眼，并不会说把我的奖状拿出来，把我获过的丰功伟绩拿给我再看一眼。我觉得基本上应该不是这样吧，应该更在意的是我们爱的人和爱我们的人。反过来，从死推到生的时候，你就会想明白说，我在生的这个过程当中，我要更多的去耕耘我的家庭，就是去耕耘跟人的关系，是这一部分。所以这样倒推过来的时候，你就会想明白，到底应该花时间在什么事情上。孩子的变化是一天一天都在变化的，就是你4岁的时候，你看不到2岁的时候那个样子了。所以当下你要好好的跟他相处，虽然他可能会让你非常的头疼，但是你还是要去 enjoy 这个过程，就是要跟他相处的这个过程，要学习忍耐。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会自己发现自己有很多的突破。我觉得孩子一直在挑战你的一个极限，你会发现说，其实你是这么容易动怒的一个人。所以那一刻，我觉得是有很多功课要学习的。我们不用把自己美化得太好，但的确有很多的女性可能在经济上因为没有自己独立的收入来源，或没有安全感。你会有这种感觉吗？我首先觉得一个人就不要有那么太大的压力，就是每一个人，哪怕那个女性她不需要有这方面的压力，但是她也有其他方面的压力。没有一个人说我可以 carefree 了，就是那一些 old money， 那些老钱，他们也有他们的烦恼。你尽力去做，像我妈妈现阶段，我们应该要去就 care 我们的 baby 多一些。事业呢，不能说有些人可能放弃不了你的事业，但是就是说重心可能就稍微要 balance 一下，要去每天都去想很多，然后不做。我觉得这个可能无形中就是一种压力吧。如果你想什么，你很想去做这件事情，那就去尽力而为吧。我觉得生不生小孩，当然是一个家庭丈夫和妻子一起决定的一个结果。生小孩在一定程度上一定是会打破你们之前的一个舒适圈，因为它带来了很大的一个变化。那这个变化在不同的人眼里看起来肯定会有不同的评价嘛，但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你自己的眼光是怎么样的。除了生孩子这件事情本身，我们人生当中依然会有很多别的变化在那边发生。你能处理孩子，能处理其他的变化，我觉得这些技能都是融会贯通的，都是触类旁通的，都是一件事情。其实孩子只是反映其中的一个变化而已。我觉得撇开说理性的角度说刚才那个眼光的问题，我觉得孩子所带给我们的那种内心的那种丰富的情感，那种也会让我们更深的去体会我们的父母对待我们的那种不容易吧。我觉得还有他们的那种心情，有自己的孩子能够帮助我们更好的去理解我们上一辈的情感。养儿方知父母恩嘛。对对对，我觉得这都是互相连接在一起，互相作用的。那谢谢 Sarah 今天给我们分享的这个孕期，还有就是产后跟孩子相处的这样一些过程。感谢大家听我们2个女生的分享哈。那我们下次见咯。好，拜拜哦。